大家好，欢迎回到 SS Hi-Fi。在离开了俄克拉荷马城之后，我们一路向东，来到了阿肯色。阿肯色州位于美国中南部，在50州中面积排名第29。1836年脱离法属领地，成为美国第25个州。其首府小石城是著名民权运动小石城事件和社会变革的见证地，是美国南方的一个重要历史、文化、政治中心。阿肯色州也有许多称号，比如比较有名的自然之州、希望之地。世界最大的零售公司沃尔玛的总部也位于该州，但阿肯色至今是全美最穷的几个州之一。虽然又遇到了龙卷风，不过这次到访的温泉镇还是给了我们不错的感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到了一个新营地啦，在等 check in。来到阿肯色的 Hot Spring 的第一天，天降暴雨。本来星期天还说出去玩一玩，结果就成这，还得艰辛的出来遛狗。大家都在排队，我们在排这个100年的华夫饼店，pancake店，100年老店历史。我们现在就在这个 Hot Spring 的中央大街上，那边就是他们的澡堂子。我们现在坐在了80年老店里吃 pancake。本来以为是100年老店，但是咱家店里很严谨，1940年，对，所以是80年。然后他们最有名的就是这些 French toast 啊，还有它这些 pancake， 人就叫 pancake， 对，这个 pancake shop。你看到 pancake 上面有很多种 pancake， 而你都可以只要1个、2个这种。我们今天在外边就下着特别大的大雨，但是依然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他跟旁边的2家 gift shop 都合作了，他把他咖啡什么都放人家店里边，让大家进去逛，还可以拿咖啡。他还会专门到店里去叫号，所以你们不用怕逛的时候忘了。我们就是在旁边逛的时候，别人去叫我们。对，但是一个 heads up， 他旁边那家 gift shop 的东西特别贵，我就买了2个巧克力，就买了2个这样的巧克力，25刀。我有点心疼，希望它好吃吧。但别人是不是觉得我们特别能吃？这个是它那个 French toast 对吧？这个是 blueberry pancake， 它上面放 blueberry。所以就2个。然后这个是 chocolate chip， 它应该里面用 chocolate chip 煎的。我没想到它的这个 pancake 这么大。尝尝吧，这好不好吃？这炸的很酥脆。那个好像是什么苹果酱，苹果和那个 cinnamon。现在我们步行在一条国家公园的路上，但这个风景看着真的很不像国家公园。在城市里的国家公园。Hot Spring 是美国最小的一个国家公园。这叫 Hot Spring National Park， 对 ，Hot Spring 温泉国家公园。整个这个城市也就叫 Hot Spring， 然后它的 Visitor Center 也是在这个城市，它就在这个市区里边。市中心。它整个国家公园和城市就融合在一起了，觉得还蛮特别的。它其实就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这个就是澡堂一条街。它这个温泉就不像我们中国人理解的，就是大家。阿肯色温泉镇因其丰富的天然温泉资源而得名和闻名。早在1800年代，人们就认为温泉水具有治疗疾病的功效，吸引了大量游客和病人前来疗养。到了19世纪中期，远在国家公园这一概念开始之前，美国政府便开始保护这一地区的温泉。后来在1921年设立了温泉国家公园，这也是美国第一个以健康和疗养为目的的保护区。看到前面这个小亭子了吗？这就是可以喝水的地方，这就是纯正的温泉水。人家拿那大桶接，他们都拿大桶来接，你就靠边点接。哦，哎呀！尝一尝。咋了？没有什么味道，像矿泉水一样。
Hi. This directly drinkable, right? Yeah. Okay. Yeah. It's fresh from the spring, right out of the ground. Yeah. So you drink every day? Yeah. So we come up, fill up, and then this is a hot one, but there's a cold spring up the mountain. Like if you Oh, if you go to that big hotel at the end of the street and go to the right, there's a cold water spring right at the end. If you go all the way down. Perfect. That made it better for summer.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我们接到了这个是热的，他热的说那边有个凉的。走，我们过去看看。我们那天路过的时候就是在下雨，我们就看到它这些喷泉都在冒烟。就有温差的时候，就会感觉在喷热水。这些喷泉，你喝着觉得怎么样？就挺干净的，就像纯净水一样。它跟那种矿泉水的味道还不太一样，就没有什么那种味道。没什么味道。因为我记得我喝有一个叫大傻你的矿泉水，大傻你，那个水的味道就比较大，这个没啥味道。看人当地人确实就天天来接水喝。对，那天我们路过的时候，我就看有人开着车就停在旁边，拿了好多大桶就来了。他说走到我们现在就漫步在温泉镇的中心地区 Bath House Row 浴室街。它兴建于1911至1923年间，是一个豪华的温泉疗养地，吸引了当时的政客、名人等来此享受温泉沐浴和社交活动，代表了当时的豪华与时尚。浴室街上有8座保存完好的浴场建筑，均采用不同的建筑风格，如新古典主义、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西班牙复兴风格等。这些浴场建筑本身就是建筑艺术的杰作。目前这8座里仍有2座仍作为浴场使用，其他的已被改为博物馆、艺术馆、餐厅、酒店等。看它这个地板砖，就很有澡堂的氛围。对，这就是很古早的那个。这其实最早是一个澡堂子改的。对，你看这地砖肯定是澡堂子。你看这个浴缸，我们到那边去看看，这是啥？这是暖气，好像。澡堂的暖气，这里就可以接。哎，但这个好像小便池。你见过？这个济南厕所暴露了。哦，你看它这里的微量元素含量表。纯铜的还是？各种微量元素。这咋turn？ turn这里吧。哦，在下面。哦，好了好了，别按了。我们都接过了，就不在这儿接了。这还有一个洗澡的澡帽、浴帽。More Bath House, the first opened 1888年就 open 了。哦，1888年就有了。它是第一个吗？哦 ，the first open。就介绍这个人。所以这是他们的那个水的来源。因为这个泉眼叫 Lamar。屏幕倒蛮好看。他1888年就建了这样的房子，就一直到现在吗？哇！就这个房子就是原来老的，然后保持了老的这种。我们来盖个章吧。噔噔。他这，他这儿的章就是个澡盆子，挺好。我喜欢这种有一点设计的章，好多章就是一个字。对，这也没有意思啊。哎，别盖花了。当当，看它这个扶手就是铜水管啊，铜管。哦，那电梯。Bagstaff Bath House 自1912年开业以来，一直持续运营至今，是目前浴室街上唯一提供传统温泉疗养服务的浴场。在这里可以体验经典的温泉浸泡、按摩和矿泥治疗。There is no family room or something. Okay. Families can't be together. 根据和店员的沟通，我们得知这家浴场是完全男女分开的。情侣啊或者家人想一起泡的话，建议大家去离这儿不远的另外一个 Quapo Bath House. It's a private bathtub. Okay, got it.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Have a nice one. 这个叫 Ozark Bath House。他们原来这儿还有条小河呢，小水沟呢。现在都没有了。但它建筑都很漂亮。可以
里参观。咱俩中午晚上，哎呀，它都是白天。对，他们都是白天，开到下午4、5点就关门了。对，但我喜欢晚上泡。这个是国家公园还保留了这个。他说受欧洲洗浴文化的影响，他就开了这一家文艺复兴 style 的，所以我想进去看看它有多么的文艺复兴。但确实，它这个建筑跟其他的几个不一样哦，确实是这种文艺复兴式的雕梁画柱的建筑。Paradise Bath House 建于1915年，是浴室街上最豪华的浴场。内部装饰有彩色玻璃天花板、大理石浴池和瓷砖地板等。目前已被改建为温泉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和博物馆。挂大衣啊，在这里。When the people came to do the baths, they were quite wealthy people, so they would lock up their valuables in the cabinets here while they were upstairs in the bath. Okay, so here's the valuable thing upstairs. That's for their They just had clothes upstairs. Okay, got it. Thank you. You're very welcome. Enjoy your stay. Yeah, thank you. 哇，好大这里面！你看它这些梁上的装饰，墙砖。它想给人一种在欧洲奢华的洗浴风格 SPA 中心的感觉。我们现在进的是男澡堂，它这个男女是分开的，8号。哎，我们进到澡堂里了。这种大理石的吗？对，它都是大理石哎。然后就一个人一个缸。这是什么？我也不想看，这是。这是沐浴液吗？或者洗发水什么的。你看，摁一下就掉出来一个。应该是。你看，它是没有淋浴的地方。对，全都没有淋浴。所以就只是在那泡。哎，这是淋浴间吗？那我想，欧洲人澡堂他们不都是泡在一起吗？那个罗马浴室。就大家洗完之后一起坐在这个。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美洲原住民就有使用天然温泉和蒸汽浴的传统。这些活动不仅在于清洁身体，还具有宗教和疗愈的功效。19世纪，大量欧洲移民将他们的洗浴传统带到了美国，比如土耳其浴、桑拿、德国温泉浴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兴建了许多温泉浴场。阿肯色州的温泉镇温泉国家公园，还有纽约州的萨拉托加温泉，都是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最著名的温泉疗养胜地。他们都没有淋浴，都不冲一下吗？这边是什么？哦，这是蒸的，这是。天哪！你把头伸出来，然后坐在里面，你看里面有那个暖气片儿。就蒸一下子。蒸一下子。对，他写的115到140华氏度。就把头这样露出来，感觉很怪异。作为一个 I 人，我拒绝跟另外一个人就这样挨着，很诡异。哦，这还有。特别像刑具。对，上刑。这是什么？给他们加温度的可能。这底下还有脚踩的。这是这儿就叫 touch， 这个是趴在上面的吗？不知道，这是干啥？应该是流水的。你是在上面冲着水可以流下去。这不是淋浴，他们淋浴啊这么多头啊，太奢华了。全方位冲。你这样全方位冲很方便哎，他们像家里那种浴头，脸拿下来这样。对啊，他们这淋浴的都跟上刑一样。这里的服务人员还会就是给泡澡的客人端去水。这个照片呢是旧时代的，还没有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是应该他坐到那儿，然后他俩应该调个个儿是吧？但是你很能说明问题啊，这里面所有的照片里的服侍的人都是黑人，然后泡澡的都是白人嘛。但
那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真实的写照嘛。对，在种族隔离时期，大多数浴场并不对黑人开放，浴室街这里的浴场也不例外。非裔社群有时会创建自己的浴场或温泉疗养地。在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后，这些浴场才逐渐允许所有种族的顾客平等的光顾使用。我们现在进的是女士浴室。这是 cooling room， 就是洗完了啊，那躺了一个人，是那个杯子，嗯，里边还是那种一次性的可抛的。你洗完了在这儿躺一躺，凉快一下。这是干嘛的？修脚的。真的哎，它里面还放了一双鞋。修脚。我的妈！你看拿的那些东西跟上刑一样，太可怕了。这边是换衣服的地方，所以我就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它澡堂在1楼，换衣服的在2楼。它可能干湿分离嘛，换完衣服再走到下边。然后现在我们是在这个 massage room。哎，这有点像叫什么火针灸，像那种拔罐儿。这是不是类似于拔罐的？美国人的拔罐啊。美国人的澡堂文化，还用点精油。过去这些东西真的是像刑具一样，有点可怕，看着。做的都很，你看这观感不是很好。这不知道干嘛，烫头的。烤的吧，加热烤的。你看这些，黑黑的球球。对，你看这，你再看那个上面摆的那个，这玩意儿这不像刑具吗？有点可怕。哇，你看这边老虎灯。看那牌子上说，一般这个massage的部分是比较赚钱的，但是政府，就也很不愿意让他们随意扩张，所以就在限制他们massage的这个规模。每个澡堂的他们massage的 room 都是很有限的。3楼是他们休息的，我们先进中间看一看。这富丽堂皇的大门。哇！看他们的屋顶。我们这么看还能坐下他们电梯吗？这是那会儿的衣服吗？还挺漂亮的。对呀，Women's Fashion。进到最里面，这还有健身房。健身房。洗完澡来健身去吧，白洗的。应该是先健身，再洗澡。再去泡澡。Thank you。现在都是在这儿。直接在这摁。过去的是这个。是在这儿操。这边是这个，就是夸一拉，然后这个一搬，它就动了。电梯已经内核已经换了。对，就保留了这个样子。对。这是我们那天看到的，用温泉水做的。今天的20-30度，还是有30度，还是有烟。果然里边有用地，哪里都是原石。哇，你摸这个，这你放这儿就有温度了，你不用摸了，可能烫手了。这边还有一个这个 ，trail， 什么臭臭的味道。可以走到山上去。应该是。除了浴场，浴室街上还有很多礼品店、餐厅、酒店，风格各异，度假气氛浓厚，非常适合一家老小前来放松。对于我来说，唯一遗憾的是浴场大部分时间晚上不开门，只能白天泡，实在是不适合我们的生活节奏。晚上睡得正香，突然又龙卷风警报了。12点31发的警报，它持续到1点15。我们附近的区域都是警报区，而且我看是那个
紧急等级比较高，让你立即行动。刚才是3级，我看手机的时候，然后等我出来再看手机的时候，已经降成20级了。傻，这大喇叭都不知道在哪儿，对，平常也没见过。OKC 的时候也是听这大喇叭，就感觉大喇叭在头顶上喊你，听得很清楚哦。但是让你干嘛平时我都没见过。对，都不知道在哪儿呢，全程都能听见，好像。你说它是不是有这种紧急的，就有个车上有个大喇叭？应该不是，你看这固定的地方，你听，它也没有声音忽远忽近的，你就听得很清楚。然后它不仅是警报声音，你还能听到它的大喇叭喊你，什么 tornado warning， 就让你找 shelter， 让你找 shelter， take shelter now。我看这个小猫都揣手了，它也不害怕了吧？你走到后面。我们很幸运，最后还是有惊无险。如果经常在路上旅行，一定要多查看每个地方的天气和灾害预警，并做好应急准备。风暴过去的第2天，就是风清气朗的好天气。安静的营地里，风在吹，鸟儿在歌唱，池塘里还有蛙叫，远处甚至还有公鸡在打鸣的声音。蟋蟀的声浪也在提醒着我们夏天的临近。我想这也是我喜欢房车生活的一点，虽然房子不大，但我拥有不重样的后院风景。Parker， 你玩回来了？你要进来吗？啊，不愿意啦。满脸写着不乐意。好好，我让你翻过来。哎，翻过来再数数。哇，骂人了，已经开始骂人了啊！Hello， 今天我们有一个特殊的行程。对，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在 Hot Spring 阿肯色附近一个特别漂亮在森林中的教堂。今天穿的就比较的正式，好久都不这么穿。对，我们出来就是房车旅区，就只带了一些比较舒服的户外的衣服，然后这些裙子啊，它的 polo 衫什么的，全都是我们在上一个营地，在上一个大城市的时候，赶紧去奥特莱斯买的。然后我还带了一个头纱，这个是我之前从淘宝上运过来的。然后路上，因为我就有打算到比较漂亮的教堂都拍一下，所以我就一直带在路上。那我们一会儿森林里见吧。好啦，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教堂，它是在一个森林里，你看这附近都是树林，然后其实是在阿肯色大学的这个 garden 里边。它这儿平时会有很多婚礼，然后如果有婚礼的话，它就会 close for private event， 但今天没有，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录一录。Thorncrown Chapel 荆棘关礼拜堂，坐落于树木繁茂的森林中，外观采用了哥特式教堂的形式，但材料和结构体现了现代简约风格，曾被评为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之一，也是美国建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了这座教堂，在离温泉镇1个小时车程的地方，还有一个我很想去的活动，那就是 Crater of Diamonds State Park。阿肯色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它也拥有世界上唯一的公共钻石矿。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公园矿区里挖钻石，挖到的就是你的啦。不过很可惜，因为时间原因未能成行，但是也没关系，没有什么非去不可的地方，也没有什么非看不可的风景，走过的、看过的、拥有的都已经很棒了。谢谢你们的陪伴、关注和点赞，让我们下期再见吧。